末将代办王氏，冲撞了九郎军。准备。你手下有多少兵额？若是胡进思他真的反了，此时此刻，咱们兄弟怕是什么都做不了了。九郎说的有理。胡进思在杭州所掌的兵权，犹在当年代运之上。但是这自城与洛城的防务也是绕不开他去。此人若是反了，这杭州城内怕是连一支可用之兵和一员可信之将都没有了。连秦从都都用不得了吗？秦从都指挥使是由六哥亲拣，指挥使之下是由上统军使于外镇各都里遴选，再就是内都监属，以3-1之数全序签押。胡进思，上统军使；程昭岳，内都监使。如若此二人真的暗中勾连，图谋逆反，那这些年将秦从都上上下下换成自己人，不是难事啊。九郎可有法子？那就要看六哥到底想处置谁了。若是程昭岳，发一道王命，宣他来此，我们兄弟3人一人一把刀子就能把他给解决了。九郎，这简直是胡闹！王兄乃一国之王，7个倾倒险境。那七哥说个法子。九郎，若孤想处置的是胡进思呢？那臣弟也没法子了。胡令公的年岁，比咱们兄弟3人加起来还多30多年啊！弟弟的这些花花肠子瞒不过他。而今之计，是要想个办法将钦从都和钦卫都给调出去，暗中指挥姑父、水丘公、养元2位大参，再就是吴伯父，请他带着仪仗家甲入子城亲王。差不多有700-800人。胡令公若是真的反了，率着兵打进来，那臣弟就带着这700-800人跟他亮刀子。胡令公也是90岁的人了，说不准一口气没上来，那六哥便还是吴越的王。那若是臣弟要是没撑住，在父王那儿也能替2位哥哥打个前站。调亲卫亲从6都出子城，以什么名义？还得是程昭岳，私藏器械、甲仗，沟通帝国，命钦从都和钦卫都将他的宅子给围住，缉拿归案。既然各级军校和程昭岳有所勾连，你若去拿程昭岳，他们又如何肯去？程昭岳不是胡令公，他没带过兵，未曾上过阵，纵然在军中广施财货，那也只是卖法施恩。军令骤下，就算有1、2死士，也一时难明虚实啊，总是要乱一阵子啊。只要不给他们串联鼓噪的时间，以快打慢，将他们给轰出子城，到时候北门、通越门一关，内外之事一成，他们再想回来，只能爬城墙打进来了。那胡进思这样的3朝老臣都靠不住，你又如何知道这宗亲和戚烈能站在大王这边？七哥呀，七哥，若是真的让贼子得逞，那倒霉的不只是咱们家3个，整个杭州城里姓钱的，跟咱们家有姻亲的，一个跑不掉。无妨，靠不靠得住，只需一个问题，便可得知他们是站在孤这边，还是与那程昭岳有所勾连。你2人现在便替孤去测一测。
当今的这位前王，心胸手段皆是有的，才智计谋亦是不缺，只是年少继位，少经搓磨，又因着代孕之事，难免多疑善猜。在他心里，其实谁都信不过。你便是算准了此事，才敢如此弄险。他继位之后，第一个打压的便是宗亲，又因着代孕之事，捎带着连外戚也都防着，自家人不敢用，便只能用我这个外人。这不6年的光景，秦松3都，秦魏3都，海一样的银绢禄米、钱财货物散出去，也就将弄成今天这个局面。就算是你将内衙兵校全买通了，如今这局面，他们便能跟着你提着脑袋造反吗？哼，自然不能。这许多的财货花销，我程某无非是买2件事：其一，让前王心生忌惮，关键时刻不敢信用他们；其二，我做了5年多的内都监使，实实在在用出来的死士不过7、8人而已。即便是这7、8人，我也用不着他们冒死去攻打瑶台院。开门？不错，正式开门。只要到时候他们打开通月门，放我的人进宫城即可。好大的一桩买卖！云清兄，如今信了吧？这笔大买卖，程某的本金固然不多，官铺的却是一个胜率，4两拨千骑。宗室不可用，外戚不可用，如今来禁军，也不敢用了。王宫里这位小前王，如今有谁人可用？大概只剩下他那2个好弟弟了吧？浙东营田大使，大王的意思是在台州设浙东营田使司，统一提调明、台、温3州的营田农桑事。各州自有营田司在，为何要设3州营田大使？台州、温州营田使都坏了事，营田司内的贪渎情弊也需查办明白。这2个官署，怕是都靠不住了。营田大使名爵过重，大王主意何人？我奉王教，来问一问相公。温州知州慎温琪，内都监使程昭月2人，哪一个堪为浙东营田使？这还用问吗？沈如玉是什么人？那个姓程的是什么人？一个是君子，一个是贼子。浙东营田大使不叫君子去做，难不成还要叫一个贼子去做不成吗？程昭月是个买卖人，沈文琪是君子，可君子变不出钱粮。眼下台州、温州的局面，须得一个懂得经济之道、财货营生的人，好生调理。浙东营田大使不能用君子，要用买卖人。诺。这些年我训练了300死士，如今皆已潜入城中，藏身于山野，设个方死之境。只要通月门一开，我便率他们直扑瑶台院。亲从亲卫6都，不奉王教，不敢擅动。再加上这些年我下的功夫，花出去的财货，子城之内可保无虞。到时候，胡进司将率甲赴萧山大营，以上统军使的身份号令东西2府，不得妄动。唯一可虑者，便是居于罗城内的钱姓宗亲和朱家外戚。我的人手实在太少，
以340掌控牵制6都禁军一事面前，再加上外城的这些宗亲外戚，几家心向前世的公卿勋贵、家丁仪仗私兵，仓促间也能凑成1000人之数。我带的500人，都是当年黑云长剑都的老卒。如此说来，大事可成。浙东应天大事不能用买卖人，那参政的意思是用申文启？慎入于才学胆识尽有的，可惜无论身份和手段都不够。这个浙东应天大事，他做不得。2个都不用。最合适的人选其实是九郎君。九郎？九郎君乃大王亲弟先王爱子，宗室复兴，曾于崇元殿上契丹天子驾前重伤张彦泽。袁参政，此时可不是说笑的时候。得着岂敢玩笑过世啊！九郎君伤的张彦泽，虎狼也好，蛇鼠也罢，自然也伤得。是大王派你来问的？洪处焉敢伪传王教，诓骗水秋公啊！你是不敢，大王敢啊！备马，我要进宫。诺。兴公，事情有变。水丘昭劝，号称吴越国第一君子，我在汴梁时领教过，是个狠角色。此人一夜入宫，定是闻到了什么味儿。云锦兄，你的人何时能准备听到？无需准备，1个时辰。用不得。好，大王兴如此诈谋，试探宗亲重臣，君道何在？国家有难，大王不信宗亲，不信勋贵，不信宰执，那吴越国之内，大王还有可信之人吗？水秋公，勿恼，是雇佣错人了。以致这入境工程之内，潜流激大，故实在是不知何人可信，何人可用。如何不可信啊？如何不可用啊？刘月成，滚进来！末将在。传，大王将命，令秦从第1、2、3都，亲卫第1、2、3都，1个时辰之内到通远门披甲列阵。敢有迟疑者、怠慢者、妄语者，思想奔走者，立斩。末将谨遵王教。这是大王的工程，这是大王的王都。无论是宗亲、勋贵，
还是那些文武礼数皆是大王的子民啊！若是有人胆敢行大逆不道之事，大王，你只需登高一呼，满城尽是秦王之师。大王要诛逆，要拿贼，只管大道行去便可，何须行此鬼域之伎俩啊！要知道，此处是3代前王经营守持了40年的吴越，它不是中原。这里没有公然弑君的臣子，也没有能逍遥法外的逆贼。顺修公，是何承训深夜出手，程昭岳他意图要……程昭岳，陈昭岳是谁呀？他是在王都奉职的一个国家大臣，他不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节帅呀。他有不轨之心，有悖逆之行。1名御史，10名兵卒，足以擒之，明正典刑。要是若以九郎如此糊涂的主张，将数以千计的亲卫亲从调出子臣，那些没有了约束，又没有了上官的那些禁军，到了外城，该捅出多大的乱子！到那个时候，勋贵相互残杀，黎庶流离涂炭，安生了几十年的东南市民，何以心向大王？心向前世啊！是洪处糊涂了。你何止是糊涂？走了一遭汴梁，你便以为自己是勇士了？当了一回南征的官军荣使，你就以为自己是名将了？你那胡闹当计谋，国家社稷，岂能胡来？不该你逞能的时候，你偏偏耍小聪明；该你认真的时候，你偏偏犯了糊涂。一个程昭岳，他当不得那么大动干戈。真正的凶险是他背后，的那些南唐的细作，南唐才是我们吴越生死之敌。大王，洪处知错了，我这便将那李元清给揪出来。站住！请大王赐九郎兵符。臣弟谨遵王教。带着兵符去找张允。水丘公，孤知错了，这是胡令公处。胡令公是国之元荣，臣
不相信胡林公会如此这般的自甘下流，与那些小小之辈同流合污。臣也与你大王去问个明白。虎派齐眉都，护卫水秀宫前往。不用了，臣要去见的是国家的元帅，不用带兵。九郎君奉大王教命，前来点军，速开营门。让来人退后10步。军中业绩，来人，退后10步。沈城礼，你给我出来！往前。军中业绩，靠近寨城者死。兵部尚书内牙马军上府军使，领寿州刺史嘉兴侯张云在此，奉大王效命，护卫九郎军入营点军，请九郎军移驾寨墙下答话，旁人不得跟随。九郎君，沈城礼执意抗拒王教，不肯开门，情形不是太好。以某之见，不如回转王都去，待得天亮再做计较。所有人马原地驻扎，我没有回来之前，不得靠近寨墙1步。先王必求子，钱弘处在此。沈城礼，滚出来！九郎君见谅，末将沈城礼。吴越军至，营中严刑夜禁，戌时3刻至寅时3刻，纵有敌袭反乱之警，城门亦不得开。还请九郎君明日天亮了再来吧。王教在身，本郎君等不到天亮。你坐上那个竹篮子，自家滚下来见我。郎君容禀，吴越军至，大军在营驻扎，非奉帅令差遣，将主擅自离营者斩。若要末将出营，还请郎君拿上统军使胡令公的令将勘核来与末将看。本郎君没有胡令公的令箭。那就请郎君啊，明天天亮了再过来。那我上去，我自家上去行了吧？你把篮子放下来，本郎君上去与你说话。沈城礼啊，你也是从千军万马里厮杀出来的汉子。萧山大营有我吴越6000甲士，本郎君就孤身1人上去，怎么？这都不敢？来，放出来！那九郎君得罪了。见过师兄，
家父年迈，已经睡了，请明日再来吧。明日，便就晚了。嗯，有人出告说你父子二人造反谋大逆，我不敢信，也不愿信，这才营夜赶来，想当面问个清楚。护教授刚才说让我明日再来，是想告诉我，此事不用再问了吗？既如此，侍中请稍等。你这吓死个人！末将楚州刺史、内衙右辅统军使，全知萧山大营军事沈成礼，见过总管。王教兵符在此。啊，查验吧。末将谨奉王教。不要胡令公的令箭刊合了。末将代办王事，冲撞了九郎军。准备。你手下有多少兵额？萧山大营有4个伴都，步军4712员，马军1433员。战马多少？驮马多少？战马2968匹，驮马1844匹，走骡1062匹。够用了。击鼓巨将。诺。不放心，担心哪个呀？水丘宫国之柱石，臣弟有什么可担心的？那就是担心九郎。还是太年轻了，在军中素无威望。萧山大营的沈成礼，正是六伯父一手提携上来的积年宿将，常年在外带兵征战。要提调统御这样的骄兵悍将，九郎，放宽心。这沈成礼虽说是六伯的女婿，却也是吴越的臣子，打过仗，杀过人，见过些世面。这些其实九郎也不差。九郎也打过仗，九郎也杀过人，九郎也见过世面。沈成礼打的不过是些战线攻防，你来我往，没战不过1000余人的厮杀。九郎经历的是汴梁围城、南下福州，那可都是上10万人的战场。沈成礼杀的不过是些南唐的将佐军校，咱家九郎可是实打实的重伤了一个中原节度使啊！